Hey everyone, this is Alan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今天呢，我总算有了一点时间，可以完成我一直想完成的 AM70 12周的波马训练回顾。我先来谈一下我计划开始前的状态。身体方面呢，首先呢是有伤痛，主要是有两个，右腿呢是腘绳肌和梨状肌。表现为就是长距离跑了以后会有酸痛，然后平时的话就不能久坐。然后左腿呢是小腿外后侧的calf 腓肠肌，刚刚开始跑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痛，然后跑的时间长呢，可能是内啡肽分泌啊，就会感觉好一点。然后体能方面呢，我觉得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之前有很多的低强度训练打底，低强度的耐力应该不错，并且在这之前呢，我已经休息了2到3周，是因为伤痛，体力应该是全部恢复了，但是伤痛恢复的比较慢。跑步能力方面呢，我之前没有破三的经历，也没有大型比赛的经验，一次都没有。这之前的全马最好记录是在伊利马拉松，是2022年的9月，成绩为3小时04分24秒。半马的最好情况是在2022年的11月份，在训练中达到过1小时25分25秒。然后5K 呢，我在去年的2022年呢参加了渥太华的一个小比赛，获得了18分25秒的成绩，而且这个比赛不是很好跑，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冷，然后这个赛道是有一个很大的 U-turn。1K 的最好成绩呢是3分22秒，这个也是在训练中完成的。我还有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之前我跟过很多计划，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次完整的完成过一个训练计划。这就是我的开始前状态。为什么选择 AM70 12周计划呢？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训练策略呢？我之前一开始是选择了 JD 18周，但因为强度太大，身体呢伤痛加剧了，我只能停下来休息。休息了2到3周后呢，离比赛只有12周了，这时候就没有选择了。伤痛呢有些恢复，但是恢复的也不是很好。在我们跑团提供的一些训练计划里面呢，研究了好久，也没有咨询别人意见，我自己感觉，就选了这个 AM70。我觉得它强度相对比较低，尤其是高强度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跑群的计划表呢，它自动生成了 ABC 狗。那么我的要求呢是努力完成，但不强求完成最佳目标。而且我做了一些训练上的调整，就增加了 AM70的低强度部分，因为这部分是我比较擅长的，跑的比较多的，我也不想一下子减太多。然后呢，在这基础上呢，尽量完成高强度的训练。但是如果有伤痛的话呢，还是以养伤为先。我在训练前呢，也准备了一些东西，主要是准备了一些恢复用的药，准备了很多冬季训练的装备，然后呢，也调整了时间，留下了足够的训练时间。我主要的训练时间都是在早上，我一般都是早上5点半醒过来，然后洗漱准备一下一个比较小的早餐，然后吃完以后就6点或者6点10分左右出门训练。我一般要在8点之前完成训练。虽然考虑了很多，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有经验，很多东西都没有考虑到。最严重的就是因为这是我的首次冬训，对天气的影响考虑严重不足。这有几种情况啊。第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在外边训练，天气非常差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低强度呢，我可以用跑步机代替。但是如果是长距离呢，我觉得家里的跑步机也不行。高强度呢，家里的跑步机是完全不堪使用。一个是我觉得跑太快了，它都要散架了。另外一个，高强度的时候，它制造的声音太大了，家里人有意见。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，
我觉得低温、强风、恶劣的路况对训练，尤其是高强度训练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。在低强度下，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尤其你是按照配速跑的时候，你可能感觉不到这个训练其实已经超标了，对你的恢复不利。然后高强度的话，哪怕你再努力，在这种气温或者强风的天气下是很难完成的。我自己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，就是在气温极低的情况下，哪怕你再努力，你也达不到一些间隔训练的配速。然后呢，这些情况都是新情况，我呢遇到以后呢，不知道如何调整，或者是调整的不是很好。计划里所有的强度课表呢，几乎都没有完成，尤其是2个 tune up， 一个都没有完成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太多了，冬训服装不够。还有呢，就是对波马赛道，我事先没有调查，并没有安排上下坡的针对性训练，在跑群学习后才知道，是中后期才加入的。而且我的理解有误也因为条件有限，我的下坡训练呢是严重不足。另外一个是恢复不足，一个是我们恢复的方法手段有限，没有系统性的恢复课表，所以上安排上也不足。另外一个我还遇到了一个药物过敏的问题，从 Costco 买了一种膏药，是日本产的，我用了以后就发觉皮肤过敏。训练中的调整，遇到情况当然要做调整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跑群分享了那些赛道需要的资料以后呢，我就增加了上下坡训练。然后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天气不好我就有些补课，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调整。如果你因为天气或其他一些原因，没有办法完成课表的话呢，不要强行补课，因为这会扰乱你以后的训练计划。缺一次课，应该问题不大的，在后面可以通过其他一些形式调整。冬训服装不够，刚刚讲过了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多勤洗衣服。然后呢，我从我们跑团的大神陆慈处呢学到了一种热敷的方法，我就在家里的地下室里翻出一个很老的热水袋，然后按他说的方法热敷，大概做到了1天至少有3次热敷，我觉得热敷非常有效，对我的左腿完全有效。我到赛前的话，这个地方的伤痛就基本上没有了。对我的腘绳肌和梨状肌呢有一点效果，到赛前的时候呢也恢复的七七八八。然后呢，我从我们跑群里面的 Alan To 那里呢学到了一种增强就是后半程强度训练的一个方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在你的长距离跑里面，在前半程呢维持一个比较低的速度，在后半程呢增加码速或者是半马速度的训练。我其实也意识到这个了，但是没有这么系统的认识。后来他跟我介绍了他的训练方法以后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方式，尤其是针对我这种后半程容易抽筋的人。然后呢，我还调整了部分强度训练的时间，主要是调整到下午，因为下午一般气温比较高一点，有助于完成强度训练。这是我增加的上下坡训练的情况。这个坡呢也不是很完美的那种坡度来让你做训练，只能说聊胜于无吧。这是我在狼人里面加入了后半程的强度训练。我觉得这个后半程强度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，我强烈建议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恢复，注意恢复，不要因为有强度训练课打乱你的整个课表的恢复。这样呢就适得其反。我们跑团是对每一次比赛都非常关心，跑团里的大神呢就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所以准备上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。第一呢是针对不同的气候要准备一些不同的衣服，然后赛中的补给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法，我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呢选择了自己的策略。我用了盐丸和能量胶，我不太喜欢茅台，这个是因人而异。然后呢制定 ABC Go 和相应策略。ABC Go 是很早就定下了，训练计划的时候就定下了。那么这个策略呢是指的比赛的时候的策略。
主要是体现为你的 pace band， 所以呢，我就制作了 pace band。我还是通过 Garmin 手表输入了每一个 mile 的一个信息，那么我在跑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。我觉得这个信息还是有用的，但是也不是很有用。主要的原因就是，你跑着跑着，你的跑表上的距离和实际距离是会有误差的。这个误差到后来越来越大，手表里面的那个信息就不会很准确了。这时候还是要通过 pace band 来调整。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，我的 pace band 呢是按5英里来调整的。然后呢，针对肌肉抽筋的问题呢，我就买了 KD band，准备贴上去缓解肌肉的压力。在比赛之前我已经贴过几次，当然我贴的不好。比赛当日是由我们跑群的仙人大哥帮我贴的，还教了我怎么贴。比赛的最后2周呢，我基本就是按 AM70。进行没有加课，除了狼论的后半程的强度。最后1周呢，我就放弃了控制体重，因为我是易胖体质平时都是控制的，然后就放开了做 loading， 但是呢也是主要吃碳水，肉吃的比较少一点，油吃的少一点。这是我最后1周的训练情况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我只跑了就是53公里左右，整个1周不含比赛日的话。那么在比赛中遇到了哪些问题，我是怎么应对的呢？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，第一就是节奏控制比较差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，因为这是很大的赛事，人人都跑得很快，尤其如果你有小伙伴的话，他们超速了，你会不由自主的受到影响。我就是这样，我前半程除了第1公里是按自己的配速跑，后来一看他们都跑到前面去了，我就心态有点影响，也就加速了。但是呢，好在因为它坡比较多，一上坡以后呢，我就会自然的慢下来，所以总体来说还算可以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官方提供的 Sprint 的表的话，你会看到前半马是1小时26分42秒，后半马是1小时31分，这个差了5分钟，所以其实前面还是跑快了。虽然在我的预计里面，前面应该要跑快一点 ，bank 一点时间，但是这个也差的比较多。我觉得可能这对我后边那个抽筋是有影响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插曲这个就是第2次吃盐丸的时候呢，我掉了一个盐丸，然后一开始没意识到，跑了几步以后才意识到，这时候跑出去有10多米了，我还回去捡，所以你会在12.4这个 mile 上看到一个停滞。因为我跑回去捡盐丸了，然后我在25公里处左小腿有一点点那个抽筋，我减速了，吃了盐丸，但是也拉伸了一下，但是很奇怪，我在这个上面好像没有看到。然后上新坡以后呢，2腿后侧都有抽筋，我就停下来拉伸了，当然也减速了，吃了盐丸，直到37公里的时候。我还抽筋了，但是呢，这时候下了一阵雨，把我这个抽筋给治好了。总体感觉这次抽筋处理的比较好，一个心态也不慌，虽然感觉好像要破不了3了，完不成目标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沮丧。虽然我还是抽筋了，首先第一点就是可能这个强度训练把这个抽筋延后了，如果按我以前的话，可能17、18K 就要抽了。这次延到25公里以后，另外一个就是稍微拉伸一下，然后降一下速度，就感觉抽筋明显的缓解，就说明这个抽筋其实抽的不是很厉害，这个训练效果还是有的。而且我降速降的不多，当时是420和425左右，配合一下下坡，就完全缓解了这个抽筋的情况。这就说明其实这个强度训练还是起到作用了。因为如果换在以前的话，我不降到5分钟的话是不可能缓解的。然后呢，一下雨马上也缓解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强度训练带来的效果。接下来是一个回顾和总结。我觉得第一点，这次我总体完成度不错，是因为我及时改正了我的不切实际的训练选择，并制定了合理的计划。所以第一点就是选择目标必须要契合实际。因为我在伊利马的时候是304左右，那么距离破3其实并不远这个制定了300
的训练目标呢还是比较合理的。然后呢，我这次训练计划呢是执行得很不错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一开始呢缺课还要通过加课补，后来我意识到这是错误的，所以后来缺课了我就不补了，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来弥补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强度训练很重要。当然了，那个长距离的训练也很重要，我也很多。对我来说，这个不是问题，因为我已经有很长距离慢跑，所以呢，强度训练对我尤其重要。短距离高速间隔呢，对提高速度和速度感很有效，但我个人觉得不是必须的，尤其是这次训练以后，因为我跟大家讲过，我几乎所有的间隔训练，都没有完成。然后 tune up 也没有完成，这个 tune up 没有完成，不光是指配速上达不到，而且都跑了几 K 就放弃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避免受伤呢，可以放弃这些高速间隔，可以用更长距离的间隔做训练，就是比如说你原来有600啊、1K 啊、1600啊，如果你跑不了那么快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一个线性的直接的关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必要跑马拉松了，你只要比个1K 或者2K，看看谁快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毕竟长距离和短距离是并不完全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短距离高速间隔完不成，我觉得并不重要，你可以换成更长距离的，比如说2个 mile 的半马，或者是3个 mile、4个 mile 的全马，然后中间隔个500-600米。这个是我从我们跑群的其他一些朋友那边学到的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半马、马术或者马术加10的那种强度训练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多跑这个速度范围，因为这个速度范围实际上就是你的目标范围，你在比赛中会经常在这个范围内跑。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经常在这个范围内呢，会增加你的身体的适应度。那么会有利于你的身体在比赛中适应这个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感觉会明显减缓抽筋，然后尽量把这个速度范围训练成你的比较舒适的一个速度范围。然后我还要强调一下，我个人认为，我这次最大的成功就是理解了后半程的这个速度训练。我觉得是明显改善抽筋问题抽筋延后抽得没那么严重，然后提高了恢复跑的配速，原来要5分钟甚至于5分15秒、30秒的，现在只要4分半，或者是加上下坡的话，可能4分20秒，我就明显能感觉到抽筋就被减缓了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回顾和总结，我觉得加入一个跑团呢非常有帮助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解决很多问题。我没有参加91之前呢，我也跑我 fail 了2次还是3次的波马 BQ然后有了91跑团的帮助以后呢，这个成绩就一路突飞猛进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下来。我当然了，很快到要极限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再挑战一下255。另外一个就是要学会与伤痛共存，这也是我在91学会的。遇到伤痛呢，应立刻确认调整，直到停止，检查确认并且及时恢复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热敷对我很有效我是一日3敷，但是呢，同时也不要忘了尝试多种手段来增强恢复效果。第三就是热身很重要，但是呢，我又是时间比较紧所以呢，我是利用慢跑来作为热身。我一般需要2-3公里，天气冷的话，可能还需要到5公里才能热完身。那么，但是遇到极端天气呢，我还是建议先在室内完成热身，让身体有点微汗了再出去跑，这样会更好一点。因为热身会减少伤痛的机会。另外一个就是保持心情愉快，养成习惯很重要。这有些老生常谈，我之前也是觉得是老生常谈。但是这一次的训练，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是非常痛苦的。每天5点半，多伦多加拿大冬天的时候，5点半就是外边就是黑咕隆咚的但是我每天都能按时醒过来，也没什么压力就是感觉不跑就不舒服然后就起来了自己就，然后磨磨蹭蹭的6点多就出去跑。只要天气好，我都非常愉快的去完成训练没压力。
另外，其实比赛中我也没有太大压力。虽然我有目标，但是我没有压力。就算抽筋意识到可能完不成目标，其实也没什么压力，只是好像一件事情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就这种心态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毕竟我们跑步是为了心情愉快，尤其跑马拉松的话，其实说句老实话，我还是感觉是超过了正常人的需要。如果你自己有个目标，并且心情愉快、没有压力的话，其实去完成它还是很容易的。我还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这个易胖体质，嘴又比较馋，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在最后一个礼拜放开了吃。我这次跑完以后体重居然涨了，这个真的是不太应该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比较难掌握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的，就是要学会掌握自己的比赛节奏，不要受他人影响。第二呢，是遇到情况呢也不要有压力。如果你前面心情愉快呢，这个也不会有压力。我举的例子就是我抽筋了，要换在以前呢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目标的，但这次也就完成了。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努力？也有很多。第一就是我最头痛的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办法，在跑步中怎么样比较方便的补充盐丸。虽然我们跑群里的大神分享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那些方法可能都不太适用还得继续学习和伤痛共存。这次跑完以后，本来感觉挺好，上周末的时候，群跑我跑得很慢，然后左腿突然就患了跟右腿一样的毛病，就是腘绳肌那边，然后就不能久坐了，就真的很奇怪。然后我下周周日的话还要去做多伦多半马的135的兔子，430跑起来这个肯定会受影响，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休息，希望能够缓解了，能够完成这次半马兔子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的训练计划还是做得不好。训练计划一定要有针对性，目标合理明确，这个可以做到了。但是呢，事先一定要了解赛道和气候，针对特定比赛做特定的调整很重要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下坡跑还是一个问题，需要学习下坡跑的跑姿，并且增加下坡跑的训练量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觉我的跑姿太难看，这个里面有两个第一就是跑步的经济性不好，并且容易受伤。我跟我们群里的小伙伴讲了几次，希望群里面能够组织跑姿训练。我觉得对现在的我真的很需要这方面的指导。另外一个，跑姿太难看，你就不上照，你拍出来的照也不 happy， 这也不好意思分享给别人。还有一个就是以后要掌握比赛节奏，尤其是大型赛事的比赛节奏，这个对我来说是第一次，以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吧。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希望这个节目这次回顾呢能对你进行跑步训练，尤其是马拉松训练有所帮助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